各位同学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讲集合。上一次上课第一笔就写到荧幕外面去了。这次学乖了，我把字换小张一点。那如果再有什么问题，再来改进这样。好，那今天的主题呢是集合。集合英文叫做 set， 那中文我们就叫集合。这集合这东西呢，因为数学上我们非常常用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，我们必须要在最一开始就先讲。那集合是什么东西呢？基本上它就是一堆东西，数学上它有很严格的定义，但是我们这堂课完全没有必要做很严格的定义，所以我们就只讲它的概念就好，还有它的符号。讲半天讲不清楚，我们干脆直接来写一些例子好了。例如说呢，我们现在有一个集合，这集合我们都会这样写，左大括号，然后现在例如说，我就是要这集合里边要有什么东西呢？我要笔 ，OK， 然后我要杯子，然后我要泡面。OK， 然后再右大括号。那这样代表什么？代表说我现在有一个集合，这个集合里边有三个东西，一个就是笔，一个是杯子，一个是泡面。那这个也是集合的符号的写法，就是我们会用大括号把它括起来，然后里边放我们要放的东西。那这个时候就会衍生很多符号，例如说我让 A 就等于这个集合。OK， 那现在笔就是 A 这个集合里面的元素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写这样：笔这个东西呢，它就属于 A 这个集合。这个符号是属于的意思。OK， 那所以杯子也属于 A 这个集合，泡面也属于 A 这个集合。OK。可是有些时候呢，我们集合里面的元素没有办法把它们全部写出来。例如说，它集合里面的元素有无穷多个的时候，我们写也写不完，或者是要全部写出来太麻烦了。那这时候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变通的方法，就是我们集合不但有大括号，那我们还有一些符号来表达。例如说，我们写这样 ，b 等于 OK， 那这个是x， 好，然后这一杠，然后后面再写 x 是人类好了。好，那这个时候，这 B 就是一个集合 ，B 收集的人是 X， 那后面这一杠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一杠后面的意思就是条件，这个是条件。OK， 那所以这个集合符号左右大括号括起来，它收集的东西，它收集的元素是 X。那这个 x 是什么呢？它要满足这一杠后面的条件，这一杠后面的条件就是 x 是人类，所以 B 这个集合基本上就是什么？是所有的人所收集起来的集合。OK， 所以讲的一般化一点就是，集合的符号就是这样写，然后后面可能再一个 P， 那这个 P 就是条件，键。OK， 这一杠的左边是你要收集的东西，这一杠的右边是这个东西的条件。OK， 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个集合写出来就不需要把 x 每一个通通写出来，我们条件范围内的通通都收集起来。
你要把所有的人类收集到一个集合里面，你要把所有人都写出来，这是太累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一杠后面把条件写出来，那这个 B 这个集合就是把所有的人收集起来。OK，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用法。那这一杠呢，是我们手写经常会用这一杠。那在书本上基本上常常会看到这样写的：冒号，然后 P， 或者是 X， 然后分号，然后 P。找个例子，像这本书里面这个集合，它就是左大括号右大括号，然后这边有个冒号 ，OK， 所以这看得出来 ，VN 这个集合呢，就是收集了所有的 X， 然后这个 X 呢是带进这个函数之后大于 N 的 ，OK， 这个冒号后面代表就是条件。那有一些书本会用分号，有一些书本会跟我们手写一样是用一杠。好，那这个是集合的符号的部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集合的运算好了。那 OK 好，那 A 这个集合是比杯子泡面，然后我让 C 这个集合等于什么呢？ C 这个集合就等于一样是比，然后杯子，然后泡面，然后筷子好了，这是右大括号 ，OK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 A 跟 C 这两个集合做比较。这时候我们就会说 A 包含于 C，OK， 这个就是包含于含于 OK， 这个符号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符号意思就是左边这个集合里面每一个元素，通通都在右边这个集合里面。那把它写的比较严谨一点的数学式子的话，意思就是如果 x 是在 A 里面，则 x 就在 C 里面。OK， 就是在 x 里在 A 里面的任何 x 都也在 C 里面，那我们就会用这个符号 A 包含于 C。OK，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换个方向写，例如说 C 包含 A。OK， 这个方向写就是 A 包含于 C， 或者念成 C 包含 A。OK， 这个符号就是包含的意思。好，那除了包含的关系之外，集合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？例如说，我们可以把 A 跟 C 连集起来。OK， 这个符号是连集的意思。英文叫 union。那这个符号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符号意思就是我们收集所有的 x， 然后这个 x 在 A 里面，或者是 x 在 C 里面。好，所以由这个符号刚刚介绍的集合符号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，A 连集 C 的意思是什么 ？A 连集 C 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集合，有没有？它左右大括号挂起来，然后里面的元素是要么在 A 里面，要么在 C 里面。OK， 这是 or， 这是 or。所以一个元素它只要在 A 里面，或者它在 C 里面，那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。那这样的集合我们就叫 A 连集 C。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A 交集 C， 这个我们叫交集。那英文我们叫 intersection。ION，OK， 那这个集合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集合是 x 在 A 里面，而且 x 也在 C 里面。好，
所以 A 交集 C 也是一个集合，这个集合里面的人，他要满足的条件就是他不但要在 A 里面，而且也要在 C 里面。OK， 那这个是连集跟交集这两个是非常非常常用的集合的运算。那我们这学期呢，应该不太会去用到其他的集合的运算了，所以我们就介绍这两个运算就好。那如果哪一天我们需要使用到其他运算的话，我们再来介绍。好，那这个是集合的符号跟集合的运算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些比较常用的集合。那这个可能要请各位同学要能够记起来，要记得起来就把它记起来，记不起来也要把它记起来，这个很重要。首先呢是这个 n 这个集合 ，OK，n 这个集合是什么呢 ？n 这个集合是我们收集的是正整数。我们用刚刚的条件的写法好了。我们收集的是 x， 然后条件是 x 是正整数。OK， 所以 n 这个符号，我们就是所谓的正整数形成的集合。那英文我们叫 natural number。OK， 自然数啦，自然数。那这个符号很常用。还有什么符号很常用呢？这个 z 是什么呢？它的条件就是 x 是整数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叫 integer， 英文叫 integer， 这是 OK， 那这个z 这个符号也非常常用，它的意思就是整数形成的集合。还有，这是 q x 是有理数。OK， 那我们英文叫 rational number。这是 Q 就是有理数形成的集合，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常用的，这个是 x，x 是实数。那英文叫做 real number。OK， 那这四个符号，正整数、整数、有理数、实数，这四个符号是非常非常常用的符号，请各位同学一定要记起来，一定要记起来。OK， 那另外还有另一种很常用的集合叫做区间，例如说x。那这时候有两个条件，例如说 x， 而且好，那这个其实它收集的就是这个不好意思，我漏写了，x 是实数 ，OK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好就这样。x 是实数，那 x 的条件是要大于3，然后要小于8。那这个我们叫做一个区间，这个区间我们经常写成这样子，3.8。OK， 然后这我们用圆的括号写，意思就是它这个集合是介于3到8之间的所有的实数。OK， 介于3到8之间的所有实数，不包括3，也不包括8。OK， 那如果说我这样写呢，3小于等于 x， 写 x 小于等于8，然后 x 是实数。那
这时候我们会用这个符号。那这个符号其实也就是区间，一样是介于3到8之间的所有实数，但是它可以等于3，也可以等于8，所以这个区间包括3，也包括8。OK， 那同理，如果说我现在包括3不包括8呢？然后 x 属于那包括3 ，OK， 它包括3，可是它不包括8 ，OK， 它没有等号，我们这边就用圆的括号，所以有包括的就是用方的，然后如果没有包括的就用圆的括号 ，OK， 那这种东西不管哪一个，我们都叫它区间。OK， 英文叫 interval。这是 R， 这是 V， 好 ，interval。OK， 那再稍微讲一下好了，像这种，你看这里 x， 然后这里要写一次 x 除以 r， 这种很麻烦，就是多写一次的这种的，这样的情况我通常不会这么麻烦的这边再重复写一次了。我会怎么写呢？我会写成这样子。x 属于 r， 然后 x 大于3，而且 x 小于8。OK， 这一杠的前面我就顺便把这个属于 r 写出来了。这是非常常见的做法，就是懒得在后面多写一次，我们会在前面这里先直接写出来 x 是从哪里挑出来的。那你当然可以把它写到后面，那这样就要多写一次，而且比较长。OK， 所以以后上课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看到我直接把明明集合的条件应该写在这一杠的后面，但是我经常会把这个属于哪里挑出来的，我会先写在这一杠的前面，这是非常常见的做法，你在书本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写法。好，那这个是常用的集合符号，正整数、整数、有理数、实数以及区间。OK， 那我们这个影片呢就到这边，下一个影片我们要介绍函数的观念，谢谢大家。